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这一支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从昆虫的腹部开始去着想。热情分享商品的外观，工业设计不仅是丁志刚的专业，更成了他梳理人生的一种方式。对他而言，每一件作品都不只是产品，更是自己从破碎到重建的生命轨迹。父亲的病逝让他不再相信信仰，而母亲车祸的打击更让他在酒精里寻找安慰。直到遇见妻子林郁婷，他才再次看见上帝。如今浪子归家，不再只是传说中的故事，而是他亲身活出的见证。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这一集可以说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哇，小时候呢，这个来宾曾经被他爸爸形容成为败家子，可是后来他是可以照顾植物人的妈妈长达10几年的时间的这么一个孩子。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的生命历程。欢迎丁志刚，志刚哥你好。主持人你好。所以小时候真被爸爸讲是败家子啊？真的，因为爸爸就觉得我很皮啊，不受教啊，因为他又是一个军人嘛，所以对任何的管教都非常看重。因为我们小时候是住在眷村嘛，所以眷村你知道都很多的矮房子。那因为我们家后来有盖一个洋楼，就洋房，那比较高，那我就可以顺着那个树梢就爬到别人的屋顶上。然后我去找邻居的时候，其实不走马路，大多就是从屋顶爬过去。对对对，我就是从屋顶爬过去。那因为日式房子的砖瓦很容易掉落，所以就常常被邻居抱怨，而且这也只是其一啦。那还有小时候喜欢玩鞭炮嘛，3、5个捆成一捆之后，我把它全部点着，然后我说我丢过去，你要丢回来，我再丢过去，看在谁那里爆炸。天哪，你们小时候玩这种游戏哦？对，而且因为怕说在这就是要害对方嘛，所以会握在自己手上，会握很久再去丢。而且它后面的爆炸时间是不一定的，所以就常常手就炸的都是黑的，回到家里就会被爸爸骂。真的很危险的，你的玩法。对，有没有玩到真的受伤很严重过的？有，盖洋楼的时候，工地的一些那个建筑工，那我就会去逗弄他们啊，弄到他们，你还去惹人家就对了。对，就会去逗他们说抓不到我，抓不到我。后来他们就情急之下很生气，就抓着旁边的那个竹竿嘛，就是那个鹰架的竹竿就射过来了，就射到我的那个大腿内侧。那时候就血流很多，但是我之后忘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那妈妈呢？妈妈在家里头比较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啦。那除了帮忙打点家里以外，有时候她会出去嘛，那就是出去的时候听邻居讲很多我就是抱怨我这样子。对。他回来其实大多就是讲2、3句，因为他其实蛮疼爱我的啦。那讲2、3句之后就说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所以也没有说太管得住我这样。妈妈有一度曾经投资失败过，还是70年代那时候，因为台湾很盛行就是老鼠会嘛，就是棒高利贷，他就去投资，结果投资下去了之后，后来就血本无归，就是完全连本金都没有。那爸爸那时候就发现他。因为其实他还有在别的地方有买资产嘛，所以就是台北我们后来住的老家，他也贷款还在付，所以他觉得说这样下去不行，所以他就觉得说那索性应该要先把这一个洋房先把它卖掉了之后，我们看是做什么打算。那时候很多的状况都不好，像就爸爸的车子被偷啊什么，然后姐姐大学考试也失利啊，所以说整个家里就是愁云惨雾这样子的感觉。对，有一阵子算是很，看爸爸都是愁容满面，他就有一天就突然把我们2兄弟就分别叫到他的床前，然后我叫过去的时候，他就只是跟我讲说，他就说，我有2个东西要给你，就是一个是一本圣经，然后一只十字架。对，其实我们家小时候虽然他有把我们放去教会过，但是他没有很特别的告诉我说
他是基督徒，直到那一天才知道，爸爸就说，因为这个神曾经救过他，所以他相信有一天这位神也能够救我。当下我没有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不知道爸爸生重病嘛，我只以为他是感冒还没好这样。那他交给我之后，我也就把这2个东西就收起来了，就只是这样子。直到说后来妈妈在隔了1、2周，他就跟我说要跟我跟哥哥说，他要把弟弟跟爸爸带去台北，去看看有没有医院能够做比较好的治疗。所以爸爸是什么状况？他是肝癌。肝癌。对，所以发现的时候，因为已经很晚了，所以发现的时候是末期。那医院判定说大概就是剩3个月这样子。那我就赶快去把这本圣经跟这个十字架拿出来，我就求这个神，因为我虽然不是那么理解耶稣，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主耶稣，因为其他的神已经没有办法救我爸爸了，应该只有你能救他，因为他说你救过他，所以因为这一句话，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神听到了，就在那1、2天，妈妈突然打电话回来说爸爸病情好转了，我就觉得哇，上帝听我祷告了，然后我就开始真的每天我每天都跪在床头就跟他说，就说谢谢你医治我的爸爸，你要医治我的爸爸，医治我的爸爸。那时候刚好过年，那过年完之后，妈妈就说你们2兄弟现在赶快坐火车上来见爸爸最后一面。天哪！我心里想说，神不是医治他了吗？是。那我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赶紧的就跟哥哥上来，就待在医院陪着他。结果就在隔天的时候，清晨的时候他就离世了。这样，当下我是很，应该算是当下我是没有办法去原谅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的父亲，而且我本来以为有一丝希望，就是靠着祷告可以医治他，那为什么最后人还是带走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耶稣说，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相信你。丁志刚回想起父亲离世的那段日子，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放纵迷惘的生活中拼命寻找自我。高中的时候在飙车出车祸，那一种的车祸是应该要死掉的。但是虽然他不认识神，但是上帝认识他。我也一直相信是他爸爸的祷告一直拖住了志刚。他应该是属于那种人前强颜欢笑，人后珠泪暗含那一类的人。有一天他下午突然不在，那我就问他，那你下午去干嘛？去哪了？那他跟我说他去看他爸。那我就有点 shock， 我就想说啊，你爸？那我才知道说他爸已经当小天使这件事情。正当人生看似展开新篇章，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母亲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在痛苦与责任交织之下，他选择与哥哥肩负起照顾母亲的重担。那天好像是下午的时候，他在我家里面，然后他突然接了一通电话，然后就说他妈妈出车祸了，听说他妈妈有自己走上救护车，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那结果呢？没想到事情是这么严重，他妈妈就成了植物人。他抱着他植物人妈妈拍照的一张照片，那他还带着笑容。那我觉得我看到照片其实很不舍，听他讲过说他可能要帮他妈妈洗澡点之类的这些事情，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交代过，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他背后要付出相当大的心力和努力。你有因为爸爸离开就觉得说啊，我要长大，我不能再像以前这样玩了？虽然想到爸爸的时候还是会心伤，但是没有感触到这么深。所以爸爸一少了那个管我、约束我的那个力量的时候，我就开始玩啊，就开始玩啊，对，然后就出车祸，高尔模式刚刚讲是吗？就开始飙车。对，高2的时候我就开始迷上，就是
迷上改车嘛，跟飙车嘛，那就跟同学常常我们就是10几台车啊，就在花莲的世界上就是绕来绕去啊。光伟牧师说的那一段，其实是后来到高3的时候吧，因为其实我功课已经一落千丈了，基本上已经放弃考大学联考，就是那时候已经是班上的末段班了嘛。那有一天我载一个同学，那另一个同学自己骑车，那我进了一个巷道之后，其实照理来讲是非常，因为我整天都游街嘛，所以对花莲的街道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进了这个巷道之后，我突然看到，奇怪，怎么好像进到了一个 tunnel， 就是隧道里的样子，四周都是黑的，但我看到了一个亮光在非常远的地方，所以我因为要去那个亮光的地方，我就一路就狂飙，这是我自己看到的。等到光整个进入眼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躺在地上了，然后看着天，看着蓝天这样子。那这时候摔的自己都没印象，对，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车祸了，我只知道我躺在地板上，我才从地上爬起来，结果发现我载的那个同学已经倒在地上了。后来他就整个左手跟左脚都骨折，就打了石膏。然后右边跟车的那个同学，因为吓傻了嘛，他因为其实他吓傻了，他就紧张也摔了，对他没有紧张摔，他就待在旁边，但是他突然发现，奇怪，他的腿怎么有水声，一直滴滴答答。他一看，发现他的手整个破掉了，划破了，然后流血，所以代表应该是撞击了那个车子之后的玻璃碎片飞溅到他的这里，所以代表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奇迹般的事情是说，我全身上下是毫发无伤，我连衣服都没破。天哪！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不戴安全帽的啊，对，所以我是完全都没有什么任何的状况，我醒来就这样。那这时候同学就赶快去打电话跟老师说，他就讲说那个丁志刚出车祸了嘛，所以物理老师就赶快的来帮我去处理这个车祸事情。因为我打给妈妈的时候，妈妈是第一句话就说他说我不认你这儿子，你不要回家。妈气的啊，对他知道终于出车祸了，他可能每天都提心吊胆，对，真的，结果真的发生了，真的，撞了那一下之后，我就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我突然想到，原来我周遭有这么多的人爱我，但是我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回应他们，可能只剩下考好成绩，让他们觉得这个小孩还有一点给他们的回馈吧，所以从那一天起，剩的那3个月，我就真的，数学老师就说他把补习班借我。他就是晚上9点多，那个学生回去之后，他就随你用，每天就这样苦读3个月的时间，对，考到台北，对，有考到台北，对，那算很厉害了。你高中3年完成这样子，只是靠3个月，就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妈妈突然觉得这个小孩好像变了，她觉得是2个人的感觉，那刚刚提到说妈妈出车祸，那是你什么时候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我出来工作了嘛。是。那因为工作也在北部，本来那一天我是早上是要回家的嘛，所以他预计就是要去买菜，所以他就7点的时候他去了6点多他去了市场，回来的时候就被一台摩托车，他是骑脚踏车嘛，所以没有戴安全帽，然后后面有一台摩托车就追撞了他，他就倒在地上之后，后脑勺着地了之后，就蜘蛛网膜破裂，所以因为延误就医，因为花莲的医疗资源不够，所以他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才得到那个手术的治疗。医生就跟我们说明病情，说，妈妈可能之后就算醒过来，应该也没有行为能力，可能就是所谓的植物人了。天哪，这样子，医生那时候就做了这个判断，要点时间消化，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对，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我就天天就去医院啊，然后呆坐在那里，但是心里其实是很彷徨、很无助的，因为我不知道要求助谁。就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在几个月前，其实我做过一个很特别的梦，那这个梦境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到了一个宫殿里面一样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宫殿里面的时候，我就被跪在那个地板。其实如果以传统的宗教来讲，就很像是玉皇大帝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喊了一句，他就说，来人啊，把他拖出去斩了。那这时候旁边的一个很像娘娘的人就讲了一句话，就把他贬至人间，世世代代感受人间疾苦吧。
我这个梦境当天就这样醒来了。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难道我真的是这一辈子是来还债的吗？是因为我上面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我要被贬到凡间去做这一些经历这一些苦难吗？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在那段时间会怎么样？就是你的生活状态，或是妈妈这个事情在生活上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其实上来之后，每天见到妈妈那个样子，其实很不舍，因为就像照片里面有看到，她本来是好好的样子，但是后来躺在那里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不像个人形的感觉。我觉得每天看着她在内心里面是很煎熬，非常煎熬。那我又想到那个梦境，说我是要来还债，世世代代要感受人间疾苦。我觉得人间疾苦为什么是你说的？我说我可以享乐啊，我可以自己决定啊。所以我就开始就放荡自己，我就每天就夜夜笙歌啊，四处就会去跑一些夜店啊，每个礼拜就是跑夜店，然后去把自己在那个当中，对啊，我每天都是喝酒，有几次还隔天甚至都没有办法上班这样。其实我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考量第一件事情是对方排不排斥我的妈妈是植物人。他就很温暖的就说，他有表达过说，就是很多的关心说他甚至有鼓励我说，你可以为妈妈祷告看看。那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甜美、很窝心的一个女孩。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丁志刚、林玉婷因朋友牵线认识，起初只是单纯的朋友，因无话不谈的互动，感情逐渐升温，从朋友走向恋人。一个是以祷告守护这段感情，一个则是在矛盾中不断寻找答案。直到某一次的祷告，经历了神的应许，才让丁志刚转身迎向上帝的怀抱。如果小刚是白蛇精的话，那他老婆就是法海，就是可以把他收编的。我只能这么讲，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没有遇到他老婆，也许他现在还是处于那一种放浪形骸的这一个状态。我收到他的喜帖，然后我说：“真假的？不多玩几年吗？”他说：“真的，我确定我就是要他，我确定我就是要结婚。”他们两个约会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玉婷会说：“哦，我们现在要带便当回去给照顾他的这个看护吃。”所以他们常常在约会的内容当中会有需要去照顾妈妈的情节，然后再回来再跟我们会合。他就是知道志刚的妈妈是个植物人，可是他竟然还有勇气要嫁到这个家庭。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可能很多人做不到的哈，这点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容易。志刚照顾成为植物人的妈妈的这条路上呢，后来也有太太玉婷的帮助哦。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你。所以你们在认识交往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志刚妈妈的状况了。他就有带我去他家，然后跟他的妈妈问好。可能是我自己的成长环境背景，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那我的外公外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人必经的一个过程。那只是他比较早在这个年纪就碰到了。其实我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考量第一件事情是对方排不排斥我的妈妈是植物人。我就会跟他说我可能要去帮妈妈去翻身，然后他就会听到翻身，他就会觉得翻什么身这样子。那我就说，因为我妈妈是之前出车祸，所以她是植物人。那目前就我跟我哥哥在家里照顾她，就借由这样子去暗示说，对，暗示说，看看她的反应是怎么样。但玉婷她就很温暖的就说，她有表达过说，就是很多的关心说，她甚至有鼓励我说，你可以为妈妈祷告看看。那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甜美、很窝心的一个女孩。
玉婷，你的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家里原来就是在教会吗？对，我算第3代基督徒哦，所以是从小时候外婆带我们去教会，然后就在教会长大这样子。所以跟他交往过程当中，他不是基督徒这件事情，那个时间点，其实我本来已经打算要去念神学院。不是基督徒的情况下，我觉得在信仰在价值观上有好大的差异。那我会让他融入我的聚会生活，虽然他其实应该蛮水土不服。所以刚开始是怎么样参与在他的聚会生活里吗？其实他都会刻意的要我去教会嘛，那我就当天就会说有事啊或什么，我就会找尽了理由就不想去。但是其实还是有去几次啦。然后最主要是他后来要去新加坡念书嘛，其实他去了新加坡念神学院吗？对，他去念神学院，所以他去新加坡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想，哇，松了一口气，终于不会有人再逼迫我去教会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比较随性嘛，但是而且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手机随时视讯就可以，但是他还是蛮有技巧，因为那个年代其实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教会会有周报，他就说你这礼拜的周报拿出来给我看，所以我就要证明。其实我有去教会，所以是这样子，还是被逼着有去教会几次，只是去就有听没有懂，那也不想听。直到有一次，我记得我有参加 VTV 的录影，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小组长嘛，因为他就是玉婷姐姐一直拜托他要关心我，他就邀我来看，那我就不好意思拒绝，我就说好。那时候 VTV 还在内湖那里的时候，我就去了，就去了之后。看完了整个故事，最后会有一个决志祷告嘛？对。但因为我不懂什么叫做决志，我只是觉得摄影机扫过来的时候，可能会扫到我还坐在那里。他如果看到了，他一定会很伤心。我就想，让他开心一点好了，我至少站起来。所以我就在那个决志的当下，我就站起来了。就这样，意外中的决志。意外中的决志。那后来也受洗吗？之后受洗是后面的故事，就是他从新加坡回来之后，他一直希望对方一定要是个基督徒才能结婚。那一年就是我们确定婚期之后的那一年，每一次只要打电话，只要一讲到婚姻要结婚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流眼泪。所以我是在卡在这样的状态下，后来就赶着去上了一个受洗班，然后。为了答应要让他我们要能够在教堂结婚嘛，甚至教堂我们都约好了，所以我就赶快去参加一个受洗班，就接受了洗礼，就在圣诞节那一天我就接受洗礼了。当下真的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我后来是循序渐进的是没错，但是最关键的是经历到第一次祷告成就的时候那一种喜悦，就发现原来上帝真的是真实的。祷告真的能成就，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卡在论文没有写嘛，那老师又委托我帮他做一个就是一个其他的专案，就在这个时候我真的逼到没办法了，我就偷偷的就自己做了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帮我挪开。那说也奇妙，在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2天以后，老师的助理突然打给我，他就跟我说。志刚志刚，我跟你讲，你那案子不要做了。我说为什么？他就讲说，因为突然有一个博士生，他打电话给老师，他说这个专案是他非做不可，而且他就算手边的博士论文放下，他都得来做。就是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就我会想不透。结果就这样，从那一天起，我就不用再去忙这个专案了。而且在祷告完大概2天就发生了。所以是。很真实的让我经历到神的供应，是医治的这一件事情就更奇妙，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耳朵就有点痛，然后去大医院的时候他就用那个内视镜看嘛，他说你这个是胆脂瘤，如果不切除的风险是在于说他的他细菌跟脑膜之间他只隔了太近。他隔了一个那个耳膜穿过之后就会得脑膜炎，所以医生的建议是说要立即切除，不要拖。那我也跟医生就约时间要切除。那约好了之后，我回去，我还是有在祷告。上帝只给了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相信我没错，但是你没有盼望我来医治你。
你的期待是医生来医治你吧。我就心里当下我就有点被敲醒的感觉，所以我就开始跟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说我盼望这个神来医治我，盼望到就算我躺在手术台的那一刻，我都要神啊，你切掉它，而不是医生来切掉它。跟弟兄分享完这件事情之后，后来我耳朵就渐渐有点不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完 CT 了之后，隔1周我就准备要去开刀。结果我坐在那个看诊的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医师他就看着电脑的那个 CT 的那个片子，就跟我讲说，他说胆脂瘤没在了。我说没在，那会不会是自己消化掉不见了？他说不是哦，这个是被切掉的。这是被切掉的。我说对，他就讲说这是被切的。我说为什么确认是被切？他说因为你看片子就知道这是刀痕，这个不是自己消失掉的，它是被切的。所以我当下有一个感动，说是神帮我把这一个胆脂瘤切除了。这边啊，1、2、3，再一张。因着信仰，丁志刚蜕变成一位爱家的父亲。有了孩子之后，他更加体会到父母当年的爱与包容。婚后，林郁婷与他一同分担植物人妈妈的照顾，祷告成了日常，陪伴成了坚持，也都是对夫妻2人信心的深刻考验。他以前以为他认得神，但是当因着郁婷的原因，让他开始重新去思考上帝跟他之间的关系。郁婷不是一个逼迫的，不是一个强势的，但是以柔克刚，至刚应该是极致的刚硬刚强，就被郁婷就这样子带过来，然后变成今天的至刚。他有小孩之后，他变得就是会照顾小孩的一切啦，会打理小孩一切，然后会留意问一下老婆要吃什么啊，反正他很用心的跟小孩子老师联络这些事情。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人做的事情。如果你跟我一样拥有跟他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回忆，那种最后大丈夫那种情节的回忆，他现在变这个样子，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他就做到了。他算是一个真的是很勇于认识在家里做头的丈夫。当然后来在属灵上也是，然后在家里他照顾的责任他不会丢给郁婷，他会自己去照顾妈妈，自己会跟妈妈讲话。我就看着他这个生命的变化从他们到不同的教会稳定聚会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志刚就会开始跟我讲这些，他就说他这个时间到了他要去祷告，就好像以前时间到了他会很认真的要去照顾妈妈一样，然后他什么早上起来要去5点半要去祷告还是什么之类，然后我就从慢慢的相处，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妹婿这个男生比我妹还认真。结婚之后去照顾植物人的妈妈吗？你不只是身体上面去照顾，还是会跟妈妈讲话吗？或者也帮婆婆做一些什么样的祷告吗？其实那时候一直常常去祷告会，其实是希望婆婆要好起来的。然后但是每次回到家看到她的样子，就是她还是躺着。对。然后信心不足的时候，就再一次的再去祷告，甚至带女儿给她看。但是志刚跟妈妈的互动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每天他也是会偶尔帮忙翻身都会去抱抱妈妈，然后真的会去亲妈妈。现在很多人聊到长照的议题，有时候觉得哇，这么多年的照顾下来是身心俱疲。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像这样的阶段，就照顾妈妈的时候？有啊，其实数度都想要放弃，就不知道这样陪下去要陪到哪一天，因为妈妈的身体状况其实健康状况是很好的，所以医师也没有办法去说这还能够要照顾多久，但是自己的妈妈你不可能去放弃掉她，而且她已经在我们的身边这个样子已经照顾这么久，对，所以没有办法割舍下那一颗心的。不过妈妈在离开前，她以植物人的状态，居然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表达她愿意受洗的意愿。我跟哥哥一起住嘛，所以住了大概7年的时候，郁婷嫁进来。那一开始我们是2个家庭住在一起，然后家照顾妈妈，还有外籍的
看护。那家里其实是有点住不太下。那因为哥哥其实他知道我的能力，因为刚结婚去外购房的能力可能没那么好，所以他就决定他说，那不然他先去找找看有没有找到房子，如果找到比较大的，他可以把妈妈接去，他就把妈妈接去。那如果说不够大的话，可能就暂时就先把妈妈还是留置在家里。他问我们说可不可以接受，那我说 OK， 就是如果看他找房子的状况嘛。后来哥哥的房子可能没有到那么大，因为他搬到台北市来，然后妈妈暂时就是哥哥说，那你们来照顾好不好？我们就说好，所以我们就两夫妻一起照顾他。经过了5年之后，突然哥哥就觉得说，他觉得他也要尽一份孝心啦，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他想把妈妈接走。那因为他跟我讲说想把妈妈接走之后，玉婷就常常看我就是很愁烦的样子，就像那时候遇到论文的困难一样。他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烦心的样子？我说就妈妈要被接走。他说妈妈被接走也是哥哥他也想要尽一份孝心嘛。但我就后面补了一句，我说接走也 OK， 但是只是他还没受洗。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经历好几次的神，我觉得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信仰带给妈妈。毕竟他曾经也讲过说，他说爸爸把你们4个小孩丢给他，他说他以后走了，我一定会去找他，会去跟他讲，我很坚强的把4个小孩养大。但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个信仰之后，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去见到他，他可能因为这个信仰是有信的跟没信的是被隔开的。我知道妈妈可能再也见不到爸爸，这个心愿他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当下我就很烦。那玉婷就说，信主是个人的意愿，不是。他问我为什么不帮妈妈受洗，我就跟玉婷说，我没有办法跟哥哥说要帮妈妈洗礼，因为他一定会拒绝的。那玉婷说，信主是个人的意愿，不是家族的意愿。这句话真的点醒了我。我当下说，对，也是个契机。但是我下一秒我就又愁烦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是植物人，我怎么问他？我怎么有办法取得他个人的意愿？对，所以他就说你没问怎么会知道？我就想了说，那我就去跟妈妈说，我就说妈，我跟你讲，我先跟他分享的这个神是什么神，然后我说，如果你要见着爸爸，其实他是基督徒，他已经在耶稣的身边，你见不到他。如果你不是受洗的话，我说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洗礼，你就可以跟耶稣说，你还要去见到爸爸，而且甚至你可以告诉他你的心愿。那妈妈因为当下还没有反应嘛，我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我问你，如果你愿意洗礼的话，你就点头。因为已经迫在眉梢，哥哥约是当周就要来接走了，但是我要赶在哥哥接走之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洗礼的动作，所以我就比较紧急的问他，那妈妈当下居然就点头。所以我也很 shock 妈妈会点头，因为在他已经躺了12年的时候，他已经12年多，他已经很虚弱了。那你们过去跟他讲话，还有任何的反应吗？点头、摇头之类的这种，已经很少，几乎剩下反应是小孩去他旁边逗弄他的时候，就是小孩会躺在旁边，会拉他衣服啊什么。妈妈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会想要睁开眼看一下，以外，其他跟他说什么，他是没有什么反应了。那我就跟妈妈说，不然这样好了，1次不准，我觉得我要问3次。然后玉婷就说：“你这样太强人所难。”我说：“不行，我要说服我的哥哥。如果我哥哥后来再去 challenge 我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回答他。所以我就说我再问，之后我会再抽2次的机会问你。如果你真的愿意，你就点头给我看，那我就赶快帮你安排。”那后来没想到我2次的抽问，妈妈居然都点头了。哇哦！所以我就相信是她真心的愿意。见到孩子刚好从我面前推过去，因为 ICU 其实我们进不去嘛，那一刻就让我回想起我妈妈的那个样子。妈妈那时候我是无助，是没有盼望。我在医院的时候是毫无盼望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这个神，所以我不知道谁能够帮助我的妈妈跟我。但今天我到医院，我有平安。
下载 Good TV Plus， 和为其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主啊，让我们使这一个福音能够大大的兴旺起来。曾经丁志刚彷徨无助，他以为人生是一场咒诅，而现在他确信自己是被拣选来传递福音的人。他的信仰，我觉得支撑他度过人生中非常非常多的难关，包括有时候我们案子做不出来，那他会跟我讲说，他要去祷告一下，然后我就祷告什么东西？你应该要想一想，我们 sketch 要怎么画，我们要怎么样去 fit 老板的需求，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做一些有创意的一些发想，对啊。你跟我讲你要祷告，他说我去祷告一下，那我们这个案子可以顺利的过关。然后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案子果然过了，结果他说你看吧，我的祷告就是有用的哦，对啊。然后你要不要一起来啊？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开玩笑说丁神父、丁牧师，就这样子说他，他就说没有啦，没有啦。他是真的在行为上、信仰的行为上，他真的是有做出来。以一个科技业高阶主管做小组长，他却真的是一个仆人的心。只要是他小组员有生病的、有住院的，我常常我去医院，他都已经在那一边了。比我们教会的传道人都还要快，他在那边的笑容，在那边的陪伴，在那边的服侍，我觉得我到那边，我反而有信心了，因为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我，志刚都已经搞定了。刚刚听到大家对于你在祷告上面的服侍哦，哇，都也等于某种程度也在旁边看着，好像也跟你经历了这个。其实你自己也透过帮人家祷告服侍，某种程度也对你自己来说，神有话语给你，或神其实也医治你心里头的某些部分哈。领受呼召，接了小组长这一个职分之后，大概几个月以后，突然有一对家长，他们就带着一个5岁的小孩来到教会，他的小孩脑干上面有长了肿瘤，哇，还在脑干的位置，对，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靠开刀跟任何的化疗去做治疗的，这是一个罕见疾病。这个祷告大概维持了大概差不多1年，接近1年，到2021年的时候，孩子已经有一点，几乎已经快没有气息了。我赶快的就是手就按在他的额头上面为他祷告。我刚摸下去的时候，他的体温还是温暖的，我就奋力的呼求神说，医治这个孩子，就要经历那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祷告一样。但是这个孩子的体温就渐渐从温暖而变为冰冷。当下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当孩子离开的那一刻的时候，我跟孩子的爸爸就抱在一起哭，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神的旨意，尤其是在生死的这个事情上面。但是甚至在这件事之后，我40天没有办法跟上帝说话。我几乎每天的祷告就只剩主祷文，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去对他开口说话，我也没有办法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说，主啊，我不要再认你了。因为我相信这个神是真实的，但是却卡在孩子走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当我回想这一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些事情，这些陪伴的过程，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我生命当中最精心的时刻。它已经深深的刻画在我的脑海里面了。而上帝已经让我知道这个 ending 是好的，因为他让我知道说，我们的爱能够生出那一个盼望来。虽然我们对于这个衰残的身体，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但是上帝却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将它接到了永恒的道路里面，而这个永恒的道路是以后我们还能够在天上见面的。所以当下我很感动的是说，其实后来孩子的爸爸他在小孩走了之后，他还是愿意接受教会的一个大水的洗礼，因为他要告诉我的时候是说，他仍旧相信这个神是真实的，他有一天能在天上见到他的孩子。间接的安慰到你说，其实以前父亲没有被
爸爸医治的那个部分吗？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这当中最大的就是那一个爱，因为唯有爱，就是当下我想到说，原来我的爸爸是因为爱我，所以他不让这个盼望死去。他虽然他知道他已经隔2周、隔3周可能就要死了，身体就是衰败，对，他身体衰败，他甚至神就接走他。那他能做的是什么？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他知道，他可以把这个盼望交给他相信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主，他昔在、今在、永在。把这个盼望交给了神之后，神是能够去为他去完成他未完了的心愿的。对，就像后来神把我重新的从车祸当中带回来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或是没有按着我祷告，神为什么没有医治？有神就是透过很巧妙的方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有一天接到小组员，就是女生小组员的电话，她说请我们紧急的为她代祷，因为她的孩子参加自行车的环岛，然后发生了车祸，很严重，然后甚至有病危这件事，就已经收到病危通知。是因为孩子其实也不是很大，大概就15、16岁这样子年纪。然后有一次见到孩子刚好从我面前推过去，因为 ICU 其实我们进不去嘛，但是当他要做检查的时候会推出来。那从我面前过去的那一刻，就让我回想起我妈妈的那个样子。妈妈那时候我是无助，是没有盼望。我在医院的时候是毫无盼望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这个神，所以我不知道谁能够帮助我的妈妈跟我。但今天我到医院，我有平安，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不只与我同在，他跟这个孩子同在，他也跟他的爸妈同在。甚至爸爸那时候一开始没有信主的，我们给他很多平安的信息，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但是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在3个礼拜以后，小孩就顺利的出 ICU 了。其实已经跌破很多医师的眼镜。那后来就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他视觉上有一些障碍，然后甚至医师的判定是说必须要做就是心灵上的辅导的那种障碍程度。我们也是不愿意放弃，然后一直为他祷告，甚至孩子自己也很有信心。当我们问他说：“哎，你看不到，那你这样会不会怎么样？”他说：“不会啊，我一定看得到。”他非常有信心。好啊。所以我觉得他的医治绝大部分是在于他的信心，就像巴底买一样。因为巴底买他虽是个瞎子，但他刚刚看到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一直奋力的要求耶稣说：“医治他的眼，医治他的眼。”所以这个孩子没有失掉那个盼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所以在他这样的呼求之后，没想到医师本来叫我们说，本来跟家属说，你们可能要去盲人协会去询问一下怎么去为他重建未来的生活。没想到隔天他说他看到了。虽然不是那种很 clear 的那形体，但是开始有开始慢慢恢复。那我就去，因为他说看没办法分颜色嘛，我就想到小孩小时候帮小孩建立视觉的时候就买字卡，我就送他们一些颜色卡、字卡，从 baby 的那种样式来重新的去帮他做复健。对，那孩子就一天一天康复，甚至现在视觉上面是基本上视觉看东西是没有障碍的。所以从以前对于我们生命当中碰到的挑战、各种苦难啊，在过去可能传统信仰的想法就是来还的嘛。对，还你刚刚讲的那个梦境这么的鲜明，这样子，我就是欠债，我要还债。是到现在有了信仰之后，从神的眼光来看，其实每个事情发生，其实都是神的心意。是我觉得那个带来的盼望跟感受，那是截然不同的。真的，阿们，真的阿们。最后有没有一些祝福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观众朋友的？郁婷先好了。祝福正在为先生或是另外一半的姐妹，不要放弃的祷告，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也是听我们祷告的神。那我觉得我知道的是，祷告是带有能力，是大有盼望的，然后是可以改变的。是，不管是弟兄或姐妹我另外一半都会需要这样的祝福。这个呢，约翰福音第9章讲到的这一段，因为跟我的经历是非常像的。那约翰福音第9章说，一个门徒问夫子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因为他犯了罪，还
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这就跟我们台湾人在讲的一样，甚至我们台湾人还推给上辈子，这是他祖先犯的罪。但是耶稣说不是，都不是，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为了要荣耀神所做的工作。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感动，所以我要鼓励处在一些困难当中的人，不要放弃。其实祷告真的能够带来一切的突破，不管你信主了没有，就算你今天还不认识这个神，甚至你的一句话语就能够带来天大的改变。你就不用再活在那一个世界的轮回当中，那个恐惧害怕里。对，你不用再活在那一个恐惧跟害怕说其实你是来还债的，而是你能够清楚的知道，耶稣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没罪的，我们已经能够因着这样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已经在他永恒的道路上了。即便人生这样子的一丁点，我觉得那是一个短暂的事，跟永恒比起来，真的。而且因为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可以直接祷告，我们可以不需要付上什么样，好像要付钱付上什么代价，我们就是全部都放在祷告里就好了。对，我就觉得这真是当基督徒最大的特权。是祷告就是我们当基督徒最大的特权了。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分享，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圣经上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话是这样说，事情也这样成。可是成为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读圣经的字句，我们的确需要经历神迹，不是吗？可是神迹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但是中间的过程不容易。很多时候，如果你不够信靠神，你还会跌倒。我们看到至刚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爸爸生重病，他就跟神祷告，因为爸爸是基督徒。没想到，爸爸的情况有好转。可是当至刚继续用力努力祷告的时候，爸爸被主接走了。所以至刚那天就告诉自己，我不会再信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妈妈因为车祸成为了植物人。前半段至刚还不是基督徒，很痛苦，他很爱他妈妈，但是无能为力，人活在世上没有盼望，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后半段不一样，他接受了耶稣，他知道他希望妈妈能够苏醒，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妈妈接受了耶稣，可以进入永生，跟爸爸在天家好的无比。他连续3次问妈妈：“妈，你愿意接受耶稣吗？”妈妈点头，点头，点头。他就帮妈妈施洗，他经历了神迹，他看见了不只是他在论文上的这个神迹的经历，然后他看到妈妈植物人会点头，然后还有他经历了那个耳朵脂肪瘤被切除，医生要帮他动刀的时候说：“你脂肪瘤怎么不见了？谁帮你动刀？没有啊！”医生说：“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至刚知道是神亲自为他操刀，然后至刚经历了神迹之后，他成为小组长，有没有？但是至刚为那个5岁的孩子祷告，那5岁的孩子离开了。至刚40天没有办法跟神说话，他只能用主祷文向神祷告。可是神也很奇妙另外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也是婚姻不行，可是至刚祷告之后，他醒过来。医生说是醒过来，但是视力会有问题，可能看不见。结果他看见了。同样都是在祷告，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呢？弟兄姐妹，权柄不在我们，权柄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说我们需要经历神迹。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最大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愿意降服神。神虽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他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你要像至刚一样，让我们忘记陪我们的面前，就是定义跟随主，就是更多的信靠神。耶稣继续祝福至刚跟玉婷，让他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更深更深的经验。主啊，你是爱他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